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看这个叶伦啊，终于是抵达了北京了。那他抵达之后呢，大陆也有派官员来接机哦。他这一回派出来的是财政部国际经济司的司长杨英明来接机哦。那我们来看看画面哦，就双方见到面的时候呢，两个人握手啊，长达了20秒钟。在下午的6号的下午5点钟，这个叶伦抵达了北京啦。那甚至呢，在这个天空中哦，他们都会说，看到了一道彩虹啊。那道彩虹都被这个大陆的官媒这个玉渊谈天哦，有特别来点一下，做了一个文章。他就说，这个杨英明跟伯恩斯哦，都给叶伦指了一下那一道彩虹啊，这样子指着，还有这样定格的画面哦，说这对于美方来说也是一种提醒，中美关系要带着诚意来，互相尊重，才能够雨过天晴，看到那个美丽的彩虹哦。那今天其实叶伦的行程也是非常的满哦，上午10点钟要跟这个刘鹤见面，那刘鹤呢，他们两边要来讨论一下两国的经济跟全球的经济前景。那4点半的时候要跟李强进行双边的会谈，甚至今天也会见到了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哦，所以今天的行程应该算是挺满的。那再来看看这一次他访华的主要目的哦，港媒的报道是讲说啊，就是他在 Twitter 上面有提到，希望这一次呢跟大陆官员的见面，还有商界领袖的见面哦，寻求良性的经济竞争，也使得美国工人跟企业能够获利哦，并且合作应对全球的挑战。就是反正他是一个带着善意来。那外界的分析就讲说，美国试图要遏制通膨，避免经济衰退，所以美方希望借此跟中方重新建立对话，来稳定中美的经济关系。甚至呢，大陆的财政部也回应了这个叶伦的访华行程哦，讲说脱钩断链绝对是没有赢家的呀，应该双方啊，中美的贸易本质就是互利共赢的贸易战啊，其实这种打下去是没有赢家的。那再来看看叶伦。世界现在全部都在关注哦，他这次到底能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成果呢？因为他这次访华的行程呢是布林肯的2倍，所以美国的政治新闻网讲说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访问啊。他们的智库专家也讲说，这个访问早该进行了，3年多来，世界2大经济体主要的经济官员几乎都没有互访，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应该是中美不可以这样子形同陌路一般，这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都不是好事啊。所以人家形容叶伦这次是来扮白脸的，就分成什么好警察跟坏警察。布林肯可能算是坏警察的角色哦，但是叶伦算是好警察的角色。在经济学家来看，他就说叶伦试图要让中国大陆知道，这个中美之间有许多的共同点，可以做些什么，也算是一个和缓的讯号嘛。那可是呢，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开始开打的这样加根者的出口之战哦，人家想说是不是在叶伦来之前要给他下马威呢？环时官方媒体有出来讲话，他讲说这是想多啦，大陆用不着这样子，不会因为一个美国的高官要来哦，就要烘托气氛，或者是延迟取消原定的相对应的措施，这是原本就定下来的是你们一直急着在这个时候来哦。所以社评还讲说对于大陆一举一动，内心戏最多的人。应该是讲国家，往往就是对大陆恶意、敌意最重的那一群人哦。他们的解读一定是歪曲的，让他们感到不爽也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你们自己在脑补一些事情，只是因为这7月1号的这个等于说对外关系法，你怎么样制裁我，我就怎么样回敬你，我没有必要特别为了叶伦来动作。那另外看看这个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提到了这个，他说加者出口管制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也没有针对特定的国家哦，在发布公告之前，已经通过中美中欧的对话渠道已经先行通报了。美国的商务部是在讲说坚决反对强调华府跟盟友都会来共商解决之道哦。所以人家这个中国大陆讲说，那也是没办法，因为你美国打压，终究要反噬你的自身嘛。因为现在美国正在考虑对于大陆的 AI 晶片实施这个出口的新的限制哦。所以你这样子，既然你要开战这个相关的贸易战的话，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跟你有来有往。那美国是不是抓了一弹呢？因为美国的国防部讲说，不得了了，现在这个是战略的这个储备哦，可是
是有战略储备啦，但是这个家是没有库存的储备，所以恐怕真的会影响到接下来战略上面的一些这个原料是不足的，恐怕要自行来开发吗？那其他国家也很紧张哦。全球第4大的汽车制造商的 CEO 讲说，欧盟你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合作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呐，跟大陆脱钩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啊。那还提醒了欧洲哦，有一些分析的报道讲说，这个去风险是行不通的，因为你去限制中国大陆的原料出口管制的话，这样子其实对于这个博雷利现在目前访华行，中国大陆已经转变态度了，转趋强硬哦，所以不再让你来访华的话，其实欧洲自己得要思考看看，是不是要跟随着美国的脚步继续打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制裁战。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大概从川普时代到拜登时代啊，大概差不多4、5年的时间啊，美国对中国大陆在经济贸易金融上面采取的制裁手段可以说已经不胜枚举。随便回顾一下，比如说禁华为，不但美国禁，欧洲也要禁，亚洲也要禁，然后呢，这个阿拉伯地区也要禁。连美国以外的地区，美国都跑去禁这个华为，对，然后孟晚舟事件，对不对？就把它扣起来了，扣了快3年，对。那这个晶片管制法案，你看已经几个了，2个版本、3个版本都要出来了。然后呢 ，AI 技术、量子技术量子科技这些统统管制。然后呢，晶片的制造的设备也怎么样？也管制，最高的就是 ASML。然后呢？日本也要通过一个什么，也要这个有关晶片设备科技的一个管制，所以美国已经铺下一个天罗地网，它的能力是不是已经到极限还不知道。就是说，它这个过去几乎1个月1招，1个月几招，1个月几招。现在中国大陆一共有1300家公司被美国制裁，对。那我看了《纽约时报》，一开始就写。叶伦到北京向中国政府当局强烈抗议中国对美国厂商的不公平待遇。我就不晓得这个不公平待遇跟美国的做法是不是一样？对。那你说今天中国大陆进了2个东西，2样这个金属，就是说锗跟镓这2样金属那我的印象里面好像这是第一次嘛，对不对？对。可是美国，你看，我就说进的这个晶片的相关的这些，美国比如说先进制程7奈米不准卖，你要卖的话，经过商务部同意。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一样锗跟镓是战略物资，任何中国的出口商要出口要经中国商务部同意申请，做法是一样。可是项目来讲的话，差的数量差很多。所以美国的其实这是美国人的心态跟风格，就是说他今天去制裁别人是理所当然，是正义之师。别人怎么样对他一点点做一点这个让他不顺心限制的事他就要大加打罚，这是美国的风格。不过现在就是说，事实上美国真正会被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反制裁所震慑住，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现在这个镓跟这个锗一开始包括我们台湾很多人都说没事。现在美国人在研究发觉问题蛮大条的，对，尤其对特定的产业，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国防部的高官就说这是精准打击，他今天要你的国防，尤其雷达通信要受到强烈打击，这个案子基本上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定是研究过了，一定会让你有痛才会这样子来做限制。我们来问亮哥。其实美国是这样因为他当老大当久了那从来没有人被他制裁，然后敢反抗、敢还手，是不是？然后没死的啦。就是他制裁的后来都屈服嘛，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对，没有一个不屈服的啦。所以他就觉得中国怎么那么奇怪？制裁，都已经扩及1300多家了，你怎么都还没死还没有求饶了那中国竟然还手制裁了他的美光他制裁一家他就很有感觉，怎么有人敢制裁我？你知道吧？
这个叫老大的思维。说既然有人敢制裁我因为前面中国大陆那个对洛克希德跟雷神的制裁，那个是针对军售，对，那是政治议题嘛。美光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科技战跟你对打。对，那前面贸易战我们知道已经对打完了那中国大陆这一波给人家感觉就是科技战要开始对打。那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想清楚了，就是这个忍耐是没有用的，要用反制要用力量对抗，然后逼他来跟你做交易。这个就是美国人的思维了。是不是也代表中国大陆技术成熟了，我可以开始跟你对打了？那早就可以对打了，早就行了。你应该说他怎么这个时候才做这个决策了？我觉得中国大陆真的是不太想走这条路了，因为他本来要在国际上塑造的是 WTO 最支持 WTO 的国家嘛，那要巩固这个秩序嘛，那不希望供应链断裂嘛，因为他既然是140几个国家对到贸易伙伴，他就希望大家都不要受累于供应链断裂，所以他不想跟着美国的逻辑来玩你知道吧？可是后来就发现是老大的思维嘛，就这个老大的思维如果没有改变，他就一路真的继续打下去。你怎么还没死啊？你怎么还没求饶啊？你怎么还没让步啊？比如说最近又要酝酿云端交易也要禁止对。所以中国大陆就决定不忍了啦，说大家来硬碰硬嘛。那等你痛的时候，你才知道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还是回到杨洁篪当时讲的话了。你不要用实力地位跟我讲话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就是这样啊，所以最后这个就不得不有反制的措施了，就这样。好，来问赖老师。首先我们要问的我觉得美国的媒体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把布林肯说成是坏警察，把耶伦说成是好警察。其实我们要问的是，谁任命你去当警察？谁跟你权力可以去管人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媒体必须要改变他们的心态。就是美国人不是警察，不管是好警察、坏警察，你根本就不是警察，没有人给你任命，没有人授权给你，所以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去管理任何一个人，管理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必须要认清楚这件事情，特别是对大国。你根本都没有任何权利，所以只能够平等对待，就是相互尊重。那我觉得相互尊重的逻辑很简单，你不尊重我，你别想获得我对你的尊重。所以你要获得我对你的尊重，你必须先学会尊重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目前安排的人来看的话，你看叶伦说去4天已经用掉1天了嘛，那现在是第2天了。第2天先让退到第2线的前很重要的官员，但是已经退到第2线了。由于退到第2线，所以基本上来讲是政策的建议权，而不是决定权。虽然他们还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已经是第2线的官员，先来跟你叶伦谈。所以由第2线的有重量的影响力的官员跟你第1线的叶伦谈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了解、掌握一些讯息，跟判断你到底要什么，然后在你看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是快4点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消息出来也就是说大陆的官方的媒体没有任何叶伦跟刘鹤跟小川周小川他们谈的任何画面、任何消息、任何讯息都没有。那当然接着就要跟李强谈了，所以我们大家会了解，就是说以这一次的谈判来讲，对叶伦来说当然是很艰难，对中国大陆来讲一样很艰难，但是两方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你美国人最后做什么，而不是听你在那边讲什么。你看就在谈的这个时候，习近平到了江苏去了，也到了东部战区，而且跟东部战区传达了他的重要的命令。其实那是一个重要的命令，看起来台湾没有很高度的重视习近平到东部战区所下的那些命令，其实那个命令是非常的重要，台湾目前来讲还是太低估了。我个人是觉得说，以美国要跟中国大陆打科技战、贸易战，或是要把全球的生产链要去脱钩，或是去风险化，其实大陆目前来讲放出第一个讯息就是你看着办，我现在只是开始而已，后面的动作会有很多。
如果一些中等的国家，也就是像日本啦、荷兰啦、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等，你们在追随美国的话，那接下来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中国大陆最近都在展现科技上面的实力面对到跟美国的这种科技战的话，他们最近好几场大型的活动都在大陆举行包含了上海的世界 AI 大会，以及呢中国的汽车论坛都在这个地方正在举办当中。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AI 大会里头有请到了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来进行开幕致辞那他也讲到了，中国大陆只要一旦决定做一个事情，一定就能把它做好，包括了这个 AI 人工智慧。我们先来听听。中国有非常多的聪明的、智慧的人们，我一直非常钦佩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和干劲。中国一旦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的话，他一定都能把这个产业做得很好。各个经济领域、各个产业都是这样的，当然也包括人工智能这个产业。所以，我相信中国会有很强的 AI 的能力。对，所以他是大夸了中国，就说一旦中国大陆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任何领域他们都会这个超英赶美不说，弯道超车，会取得这个等于说领先的优势那他也讲说，特斯拉也非常有兴趣的将这个自动驾驶技术跟其他汽车制造商来进行分享。这个技术绝对是超越时代的，也会让这个汽车的使用率大大增加。而这一回呢，其实全球有400家的企业都来参与这一个世界智能大会也让大家看到说，哇，现在好像这个 AI 这个中国大陆上海这边也变成一个科技的重镇，包含了像是很多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是比方阿里巴巴、华为、百度通通都有在这边展示他们最新的 AI 的技术那特斯拉这一回还展现出来，他们竟然还有机器人机器人身高172公分还可以单手举起了钢琴在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 AI 大会上面他在等于说首次在中国大陆的亮相。那他也展示出另外2款这个明星的车型那马斯克甚至还讲说，接下来他预估在年底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这个全面的自动驾驶。他说先前他也做过很多次的预测但是他承认之前的预测不完全准确，但是他这一次他觉得是跟结果会是最接近的，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年年底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趋势。另外电动车这个名场面在这个中国汽车论坛上面，16家企业包含了特斯拉，他们签署了一项就是说停止流血价格战所以很多的外媒都有这样相关的报道，就是说未来他们在这个电动车的产业不要再打这种价格战了，而是大家一起把这个品质跟技术做到更好那宁德时代也发表了一个新的产品，他们说充电10分钟就可以跑400公里所以这也蛮划时代的一个新技术。在7月5号到7月7号之间，这个论坛还持续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也包括呈现出了中国大陆现在在电动车的影响力像是吉利汽车、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这些车厂全部通通都有出席。中国大陆的工信部的官员就讲说建议广大的企业以及这个承诺书签署为契机来规范这个市场的行销活动然后不以非正常价格来扰乱市场所以未来这个电动车会越来越制度化。那我们看到像特斯拉跟比亚迪在今年第二季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交付量也都创下了新高而且成长的幅度也非常的惊人上半年卖了125万辆所以比亚迪交出蛮漂亮的成绩单，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快1倍左右，增加了94%再来比亚迪也砸了194亿，也在巴西这边建厂他们在这个官方的微博7月5号就发布了这项消息，也会推动比亚迪接下来全球化的进程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预计在当地会创造5000个就业的机会。所以现在包含了在巴西这边也有一些什么线下的营运据点
点都正在规划当中哦，预计年底要这个开设100家，所以打进了这个南美洲的市场哦，影响力也是逐渐的扩大，在拉美这边也进行这个锂矿的相关的开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比亚迪、上汽，还有这个埃安哦，也相继在宣告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车厂已经开始掀起了新的一股这个海外建厂潮，也代表说中国的车厂啊，已经迈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要在海外攻城略地了。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哈，2018年就是一个象征的日期啦，因为2018年特斯拉落地上海嘛，那同一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啊，那你可以看到，像中国大陆它累积它研发电动车很久了啦啊，那它目前的车子的总量大概是1700万辆，我讲那个新能源汽车啦，累计到现在啊，那第一个1000万它花了27年，那第二个1000万辆。今年大概10月或11月就会到2000万辆只花了1年5个月，所以你就知道它那种爆发性的成长那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数字啦，包括很多海外的市场，就它现在的总量，它在今年5月，它的电动车就已经占全世界总量的1半。那到了大概今年10月吧，大概就会占60%。所以当然就全世界到处都是他的车那这个现象，所以你刚刚看到这个马斯克会讲那些话嘛，就是中国大陆有一大堆聪明勤奋的人因为坦白讲这个现象也让日本跟韩国还有美国非常的意外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坦白讲现在大家都还在找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的崛起是，而且因为它这是新产业。所以它是完全美国没有办法去做制裁科技上的抵制它所有的科技都是自己的，对比如说比亚迪你也没有办法制裁它，甚至中国大陆在一些比如说宁德电池宁德时代，它反而在有一些地方的优势以及让全世界很多车不得不跟它合作。对，那这最明显就德国的汽车不管是大众一大堆都进中国了嘛这个现象我觉得还在崛起中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广义讲的叫绿色产业或绿色金融嘛，因为你要适应气候变迁所以你一定排碳是越来越要求要越低嘛那结果这个电动车的革命跟大量制造就发生在中国，所以当然特斯拉也是不错的公司啦，可是就是说那个总量那特斯拉大概也不可能做很便宜的车所以就各个国家有不同的需求，那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市场都被它克服那当然这里面遭到最大的厄运的就是韩国了韩国汽车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对也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制程的半导体这2个是韩国的2大产业就汽车跟成熟制成的半导体，所以韩国跟中国大陆现在的产业开始出现高度的重叠，然后已经变成了竞争被取代。更可怕的是被取代。我还听到大陆有一个讲法，说要把它打回发展中国家，要把韩国打。这个就互相在叫骂了，就是基本上它就是从贸易顺差变成逆差，那当然就是因为你的东西就卖不进去了嘛。韩国事实上就是手机退出中国市场之后，现在又轮到汽车退出中国市场，然后成熟制成的半导体也即将被进口取代，所以韩国现在确实碰到了空前的经济的冲击了，那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只好对中国生闷气这样，然后唱美国派这样子。来，赖老师，我觉得电动车中国大陆的国家品牌形象成功了我们注意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如果谈到这个新时代的汽车，就是电动车，中国一定是占最主要的版面。不管是你敌中国的、仇恨中国的、讨厌中国的，所有的媒体，他都不得不去讨论中国的各款的这个汽车。那不管美国要把这个特斯拉或者福特他们想办法，或者通用把它挤进去，但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中国的汽车，这代表它的这个国家品牌形象
这个大战略，这个工程已经成功了，而且很有效果。所以大陆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第1大的汽车的出口国的时候，它当然要在海外布局了。所以它要到巴西、到墨西哥，墨西哥到很多国家，那么去设厂，因为它要在那个地方设厂，就从那个地方直接迈进去他们的国家，或是迈进去他们附近的国家。例如说，假设它在墨西哥设厂，那它可以采用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化，那它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等等，而且还可以创造这个墨西哥他们的就业机会，然后让他们的公司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壮大。这个没办法阻挡的，美国也阻挡不了。那原因在哪里？中国的弯道超车的这个大战略成功了。其实我觉得，以前有个管理学家啊，管理学界的一个泰斗，他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要先做对一件事，再把这件事做对，或者再把这件事做好。这个是杜拉克他的名言。那中国大陆很明显的知道，燃气发电机啊，对于他来讲，他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跟上或者追上这些老牌的工业国家。那他怎么办？他看到了这个电动车是一个未来，而电动车的关键并不是在于那个马达，而是在于它的本身的电子控制系统、操作系统，还有更重要就是电池。日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日本认为不可能完全走向电动，所以一定是气电混合车。中国刚开始也有走气电混合，可是很快的，他们的战略学家、科学家发现电动车的时代是绝对有可能的。那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大胆的就决定了走完全的这个电动车、电瓶的时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战略决策、战略选择，然后再加上真的是一群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工程师，最终把这个车做出来，而且呢，在国际间打出品牌，你其他国家要追难啊。好，来问谢老师。我觉得中国大陆电动车为什么这样子快速的发展脱颖而出我认为关键还是中国大陆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的政策基本上他们有这个所谓节能减碳的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具体的数字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它就大量的怎么样奖励鼓励这个新能源也有绿能的这种动力的车辆。所以大陆的奖励措施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我大概差不多蛮早以前6、7年前去上海的时候上海的摩托车已经全部电动车了，全部不能用这个汽柴油引擎，全部是电的，因为它一个命令它就做成这样。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这个电动车基本上在中国大陆的话，它是用庞大的国内市场先把这个这么多厂牌的中国的汽车厂牌，中国这个国内市场，把它竞争，让它去这个制造出有竞争力的汽车。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消费者如何从传统的汽油车转到电动车？这个时候政府的政策很重要。比如说你去在上海看，上海你买车可以买得到。可是你要有车牌很困难车牌搞不好要10万8万人民币一个牌子，你还要去等。那可是上海的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策是什么？你如果买电动车，你挂绿牌的话你根本就不要等牌照，所以你买到车以后，你的牌照你不但省钱，而且立刻就可以挂牌，就是说用了。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这对消费者来转这个电动车，它是很大一个奖励。对。另外，大陆的政府长期有对电动车你这个现金的补贴一样。那所以就另外一方面，你看它的14-5计划，那一年多提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它把在全中国的充电桩的数目当做一个一个各个地方政府在施政的指标。你光有电动车，你没有充电桩是很大问题。它这个在快速的加快它的充电桩，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创造了一个对电动车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到底要怎么样保台呢？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募兵消息哦，就说我们的体位限制现在放宽了，男性只要152公分就可以报这个志愿役的士兵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门槛就往下调了5公分呐，也就是说男性、女性大概152跟150公分就可以合格了。然后如果你身高太高的话，像是2公尺的这种男女常人哦，也可以报考这个志愿役的士兵哦。等于说现在要积极扩大能够募兵的这些来源呐，是不是要多一点人去当兵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因为当然大家都不想当兵啊，不止台湾哦，美国同样也是啊。你看到现在美军的募兵制哦，近年来也很难招募新兵哦。以陆军而言，去年的新兵目标比起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大概就少了25%，今年可能又会再少23%，所以连美国也募不到兵啊，没有人想要打仗啊。但是呢，我们看我们的国安局长哦，蔡明彦，他讲到，他说现在这个台海的气氛兵凶战危，他怪谁？他怪是什么？中国大陆、中共认知作战所塑造的哦。他说，对岸透过假讯息刻意塑造台海兵凶战危，营造战争的紧张气氛，透过这个认知作战哦，让台湾民众的心理产生恐慌啊。我们来听听看。在中国还没有武力犯台能力之前，他所运作的是一种恫吓，不是一个侵略。所以你可不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说，台海目前并没有兵凶战危？对，就目前来讲，很多兵凶战危的气氛是人为操作出来的一个风向，实际并没有，实际上是并没有。结果到了选举啊，告诉我们好安全哦，都没有兵凶战危，两岸好和睦哦。我们的一个国安局长告诉我们，这样的氛围真的符合现实吗？那他就说啊，所有的那些紧张都是制造出来的一个氛围。那谁告诉过我们？拜登啊，拜登告诉我们，还引述了我们隔壁邻居这岸田文雄的警告啊，他就说防范下一个就是台湾会变成一个遭到侵略的对象。那你的意思是说，拜登在对台湾认知作战咯？因为拜登也常常这样讲，不止拜登，美国好多智库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美国好多的这些什么国会官员啊，然后众议院的议员也都告诉我们，台湾就像是下一个乌克兰，不是吗？那难道美国原来是在对我们认知作战啊？我们现在这才理解到，其实我们很安全，是这样子吗？这是不是有一点好像刻意操作，可是又让大家很难以相信哦？所以是不是国安局长是在斥责拜登拱火？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泽伦斯基的前顾问哦，也讲到说这一回的反攻失败其实就是美国跟北约害的。他说好的这 F-16也不是在这个反攻前提供哦，那美国和北约还在跟这个俄罗斯贸易啊，所以泽伦斯基非常清楚，但是他别无选择，因为他不敢公开批评美国，所以他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一点害怕美国。那我们台湾真的是要走到这个地步吗？就是就算再怕美国，我们也不敢骂美国，然后我们只能就是就是明明是美国拱火，但是我们不敢骂，我们要讲说这个是中国大陆讲的，都要变成这样子吗？那再来我们看看美国是不是逼日韩也要一起包围中国大陆？王毅就讲到说有人想要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因为日本近年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了一连串消极的动向有人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很荒谬也很危险，企图借此牵制日本介入到台湾的问题当中像是这个冲绳之事就不认同就说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们冲绳可不来这一套那我们看到马上又有日本的议员跳出来在讲说，冲绳之事只是地方首长没有国家层级的权限，他只是表达个人的看法而已马上就是把这个说法给撇开就说这不代表我们日本的主流立场那可是我们看这个汪文斌他提到了这个美国现在将要派遣这个战略核潜艇来访韩，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个朝鲜半岛，他说最大的问题本质是政治安全的问题你们美国一直执迷于这军事的威慑施压的这些企图就难以摆脱紧张对立的这种安全困境，那也使得这个中俄现在目前当然会有所应对的动作。昨天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有报道，习近平视察了东部的战区他讲说充分肯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贡献要坚持从政治的高度思考，还有处理军事的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的利益他这样子去看这个
东部战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也感觉到，中国大陆其实也不畏惧这个美国来的挑衅啊，随时都在准备这个战争跟战备的相关的应对准备哦。所以今天也看到这个055之后啊，当时我们讲055大驱之后，现在还有个057的驱逐舰哦，它是采取了全电动力系统哦，极先进的科技，还有这个新式武器哦，将会担任055驱逐舰之后后续战舰的角色，型号是057哦，成为新一代的航母战斗群的远洋这个导弹驱逐舰。那另外，在菲律宾这边巡逻船像仁爱礁坐滩的这个轮船也进行了补给。现在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也是进行一些相关的拦截、一些应对的动作。那俄罗斯的军舰也在台湾的东部外海竟然在打转了3天哦，然后最后他是去到了上海哦，这个响亮号跟完美号的这个舰艇编队哦，进行了7天的友好访问，跟中国大陆的友好访问啊，就有渔民目击到说，他进行友好访问之前还先接近了我们宜兰东澳这边，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中俄越来越走在一块，在这个美国拉着日韩包围之下，中俄也越走越近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是情搜吗？这个俄国的军舰在台湾的外海这边2艘在这个宫古岛水域活动的时候，还曾经下锚停泊了3天哦。人家说现在看起来不知道他的目的为何，但是紧接着他就去到了中国大陆参与演习。人家在想说，会不会有可能俄舰也把一些消息带给了中国大陆？所以看看现在这样子。这不叫做兵凶战危吗？真的有像蔡明彦所讲的吗？都只是认知作战，没有那么恐慌啊。我们先问亮哥，这个国安局长蔡明彦首先去盯一下吴钊燮的言论吧。经济学人应该把他在台湾禁掉吧。他去年就说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啊，那今年还说台湾正在走向跟中国大陆的战争当中。对。这个都是《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那个欧布莱恩来访问台湾，还说台湾每个人要装 AK-47步枪啊，要把刺针飞弹放在派出所啊，结果你们家的总统还颁给他景星勋章，局长你不要搞错方向啊！欧布莱恩得到大绶景星勋章，他就是认为兵凶战危，这个恐怕自己要搞清楚了啊！我坦白讲，我们的这个自愿役的体位标准降到男生152，女生150啊。我跟你讲，中国大陆的征兵的体位标准，2021年男生是160，女生是158。那我跟你讲，我相信两岸应该营养差不多吧，身高体重不会差太远吧。所以这个152、150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不降标准，你还征不到人，就这个意思嘛。所以只好不断的降标嘛。现在已经找不到像赖岳谦身材这么好的了嘛，就是这样嘛。所以一直降标，一直降标，希望能够填满填好嘛。对，不止广告要亏，我跟你讲节目上都要亏。我跟你讲，不，那个当年那个，你看当年的那个郑其生就是这样挺拔，对不对？我跟你讲，美国也是一样，因为美国的标准就是说高中生，那你不能够有犯罪前科，不能够有吸毒的前科，他找不到兵啊。对，因为太多人吸过大麻或吸安，他也一样啊。那他现在也在讨论要不要降标啊。就你一个国家如果搞成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你这个国家，尤其是台湾你如果降到152、150那就表示你这个国家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基本上都没有把从军当作是重要的选择嘛。不然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降标成这样呢？坦白讲，我认识的男生152以下的还真不多我这个选举那么多次，我大概见过152以下的没有超过5个。结果他连这种条件都要开放，你这样就意味你就知道他的用意，就找不太到嘛。还有自愿役受训到一半，自己又请求要退出的那至于这个冲绳这个事是这样啦，因为冲绳日本政府只有行政管辖权，所以大概除了那个军事政治那个比较敏感的主权象征的议题
那是由外交部来统筹啊。那区域外交，冲绳知事是有一定的权利的啦，啊，比如说经贸议题啦、姐妹市啦、体育文化交流等等啊。这个古屋圭司啊，它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冲绳知事去访问北京嘛，那我们台湾就赶快去找5个亲台湾的众议员，由我们游锡堃坐船到那个与那国岛，然后接5位议员回台湾，这就是其中之一了。所以是100%亲台湾的嘛。所以这个论述就是台湾的论述。如果真的冲绳知事玉成丹尼都没有外交权，日本外交部为什么不制止？显然不是这样嘛。所以讲这个也要了解一下日本的一个外交的体制了。他不能处理军事外交没有错，可是其他的民生的部分他是有发言权的了。好，来问介老师。对，就是我也是对蔡明彦这个讲法，我觉得他根本就缺乏逻辑，而且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不对？他说今天台湾这个兵凶战危是谁搞出来了？那当然国际社会。刚刚这个郭委员提啦，人家 Economist 是封面哎，对，地球全世界吧。那吴钊燮那更是啊，全世界求救兵啊，在讨救兵啊，好像台湾已经被打起来一样。啊，这个国家也要救，那个国家也要救，还要澳洲派武官来，对，这些不说，民进党看他自己的作为，我觉得。蔡明耀到底在这个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只是一个蔡明业只是空口说白话的人？他对政策一点影响都没有。这样子的所谓的他是什么国安会的国安局局长，对一点影响都没有啊！他既然说都是别人兵凶战危，现在很安全的样子的话，那请问一下，干什么？我们现在兵役从4个月要延到1年，对啊，对不对？那你国安局长都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吗？这是多少年轻人要多花8个月啊，待在军队里面啊，对不对？既然很安全的话，干嘛要这么多年轻人？支持他的言论，既然这么安全，连4个月都不要了。对啊，连4个月都不要了，不要当了。另外一个，那16岁的高中生造册是什么回事？对不对？那这些事情干嘛要做？然后更莫名其妙，蔡明彦应该出来抗议啊！大学要念4年，他自己也是学校出身的啊，现在念3年就可以了，用1年去当兵，对不对？那你这个不是造成民众恐慌吗？对啊，你这个所有的做都是造成民众恐慌，结果你说没有这回事，现在两岸安全得很。你这种安全国安局长，你显然是没有权嘛。你的判断跟你的那个你的组织蔡英文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你根本就是在打脸蔡英文嘛，就是说明蔡英文做的那些事都是莫名其妙，对不对？都是什么？都是反应过度，都是什么？都是在蛊惑人心，造成社会人心不安。真正造成社会人心就这些啊！你去花那个上百亿台币买那个火山布雷系统干什么？对不对？你去把蔡英文上台7年多。他的国防预算从3000亿变成6000亿台币，那你蔡明耀为什么出来做制止？说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这个民众心理不安哦，对不对？这样大家会觉得会兵凶战危哦，对，所以蔡明彦在讲什么啊？他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他根本就是尸位素餐，他就是出一张嘴，要不然就根本搞不清楚状况，要不然就是没有人，民进党政府没有人跟听他讲话。他讲什么，人家照做什么，所以这种国安局长全世界没有看到这么烂的，完全不够格，尸位素餐，然后呢，讲话丢脸的丢他自己，如果呢不是丢他自己脸，就是丢蔡英文的脸。那日本的这个议员我查了一下，叫古屋圭司，他是代表东京都的，他不代表琉球人民。他是代表东京人，对不对？那你今天说好啦，东京都的知事不只代表个人意见，那你古屋圭司是不是个人意见？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正好说明了日本的本岛人，像东京人根本就无视琉球人的这个诉求。对，琉球人说，
日本琉球只占日本的6%土地，70%美军基地都在琉球，这个不公平，这是琉球人的心声啊，对不对？那你这个东京的讲这什么话？就是看不起琉球人嘛，认为琉球人连知识讲的话都是他个人意见，所以啊，这就是琉球为什么今天琉球的知识要去中国大陆，他也要8月要来台湾，干嘛？心有不平啊。好，来问赖老师。美国在打阿富汗战争打得不顺利，死伤的人数在超过的时候他们的募兵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那现在的募兵比在阿富汗战争更糟糕，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军人尤其是这些职业军人都评估，美国跟大国之间，跟俄罗斯或者跟中国打仗的几率是很高了，而且是越来越有可能。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让他的孩子被美国的政客去利用、去操作，所以他不准他的小孩，也不鼓励他的小孩去当兵、去从军。这个在过去来讲是很不一样的。以往我们通常都是父母是军人，那么小孩通常也会是军人，对，会跟着父母走。那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的职业军人他们发现被政客利用操作，所以他们不准他们的孩子，也不建议他们的孩子当兵，募兵就出现很大的困难。台湾的情况更严重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兵凶战危这个确实是已经在发生了。美国的空军上将他就估计说是在于这个2025年会打仗。那他的理由是2024年如果选举的情况并不理想，那战争会在2025年。这是美国的空军上将估计的。美国的海军的作战部部长他甚至估计就在今年2023年会打仗。那如果蔡明彦认为这个是大陆操作的话，所以这2位是大陆的同路人也就是说美国的这2位甚至美国的印太前司令他都估计2027年会打仗。那因此呢，所有的估计2022年到2023到25到27都会打仗的这些美国的高阶的将领，那都是中国大陆那边的朋友，都在帮中国大陆做认知作战。我想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这一些主张2022年到2027年会打仗的这些高阶将领，都应该跳出来强烈的表达他们的不同的意见，也就是他们认为你等于是指控我是在帮中国大陆做认知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指控，必须要处理。那有关于琉球群岛的问题吴钊燮说，这个琉球群岛的玉成知事他只是代表地方政府，不代表中央政府。那他就打脸了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了。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说，打仗是我们台湾人的事，不依靠外援。那你怎么今天你吴钊燮却那么重视日本要来援助呢？那也就是说，你吴钊燮、你外交部跟国防部，你们2位之间的意见也不一样这个我还是要讲讲。蔡英文，你用的这些阁员都是怎么一回事彼此之间不是相互打脸，要不就是打美国人的脸。可是你的赖清德又说美国人是我们的爸爸，说美国人讲的话我们都必须要听，而且不能反对，而且都必须要遵守。这又是你的副总统你们到底怎么一回事民进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